这温卓啊，当初不过一个选美冠军，嫁入豪门后，生活可真是幸福美满啊。是啊，秦昭川那可是公认的绝世好男人，对温卓啊，那可是百依百顺呢。青青，秦少，大嫂真是越来越有豪门阔太太的风范了。大哥，大嫂，哎。弟妹今天的项链还真别致啊，珍珠配草莓，和上周慈善晚宴是同款的。我去洗手间补个妆。哎，亲爱的，我去一下啊，你们先聊着。世人都觉得灰姑娘和王子最终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，却不知道王子本身早就烂透了。你说你的好老婆要是知道我脖子上的东西是你弄的，她会不会气得吐血啊？她不过是被我一手捧红的花瓶，她嚣张不了多久的。温小姐，祝贺你，来，干杯！祝贺你这次选美大赛夺得冠军。起初我也以为他是被人算计，之后才知道，如果不是事情被曝光，他根本不会对我负责。是啊。潘高枝，难道因为我配不上他的身份地位，所以就要忍气吞声吗？不，我要去父留子。赵川，你在吗？赵川。我的照片怎么会在这里？113号。原来我只是他的第113个女人而已。居然连黎青青这个弟妹也是他的猎物。宝贝，慢点啊！这是哪儿啊？
这是哪儿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又解锁新的地方啊！宝贝，你放心，这里没人会发现的。你和温卓该不会也在这里？那个吧？哎，提那个无趣的女人干嘛？她可没你放得开。要不是当初我睡温卓的事情被媒体曝光了，我也不可能和她结婚了。我也觉得你比情少更有趣多了。是吗？谁？谁在那里？你这里怎么还有一个小房间啊？这里面该不会还有什么秘密？哎，宝贝，这里边哪有什么秘密？你才是我最大的秘密。那我们就继续了。秦兆川，原来在你心里，我只是一个玩物。别难过了，既然他这样对你，那咱们就离婚。我可以帮你打官司，这样你至少能够获得一笔财产。没用的，当初结婚的时候，秦兆川已经做好了财产公证。离婚，我1分钱都拿不到。那就生个孩子，再离婚。他已经3个月没碰过我。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工作忙、禁欲，殊不知他是嫌我不够新鲜。现在看来，他也在放着我生下孩子。那咱们就换条路。我认识一个做试管婴儿的专家，只要有取精样本，我帮你联系到他，做试管婴儿。我跟你说好。我没叫客服服务啊。经理说我们之间需要清洁。出来吧。那就生个孩子，再离婚。我认识一个做试管婴儿的专家，只要有取精样本。收拾好了，小姐。收拾完了就赶紧走。
赵川，是你先对不起我的。宝贝，刚才谁来过？就一个保洁，来收垃圾的。真是个蠢女人，这个时候收什么垃圾啊？就刚刚啊，怎么了嘛？把今天值班的所有保洁都给我不查监控，重点找今天下午进我房间的。1个月后，如果检测显示怀孕，那就意味着试管婴儿植入成功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美女，500块买原味内裤，你老公不会出轨了吧？是不是拿点东西教训老公呢？老公，啊？我妈妈生病了，我想回家陪陪她，多住一段时间。你在穷娘家可真是3天2头的生病，这些年在秦家捞的还少吗？真是个无底洞。晴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妈妈她真的生病了。晴晴，多吃饭，少说话。这3天2头的就往娘家跑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哥大嫂夫妻生活不和呢。班长，青青说的也对，岳母生病，我会安排医生好好照顾着。你要是一个人回娘家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会说我们秦家不好的。可是，吃饭。之前我从来没有问过你的行踪，温州，你昨天去哪里了？中心医院啊？是吗？怎么我的人说你是去了酒店？我昨天去医院做了个体检，这是报告，上面有我的时间记录。你防着我怀孕，用催生做借口，你还能不放我走？是妈，一直催我们要个孩子，说我们都结婚3年了，该有个孩子了。老婆，我怎么忍心你受怀孕的苦呢？我妈那边你先应付着，刚好岳母生病了，你好好回去陪陪她。等会儿啊，我就安排司机送。谢谢老公。离开1个月，让你们的爱情发酵发酵。
温卓女士，恭喜你怀孕了。终于。夫人，到了。大嫂，大嫂，回来了。是啊，你也回来了。1个月前，你为什么陷害我？说我偷进秦兆川书房，让他把我支走去分公司1个月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你。秦兆川和李青青的开房记录，我早就知道了，但是对于我一个私生子而言，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不生气吗？你不喜欢李青青？温卓，对于你我来说，配谈喜欢，配奢求婚姻吗？我和黎青青已经结婚半年了，我从来没有碰过她，而且她怀孕了，所以你还是好好想一想，之后她会怎么对付你吧。青青怀孕了，秦兆川怎么会允许呢？黎青青以为怀上了秦兆川的孩子就能一步登天，哼，真是可笑。我们也不过都是他的玩物罢了。秦家绝对不会允许黎青青生下一个不健康且带有污点的孩子。哟，温卓，这是在烧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呢？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怀孕了，用不了多久，赵川就会把你这个没用的女人赶出去。是吗？当然，毕竟我肚子里怀的那可是赵川的种。什么？他的孩子？你们在一起了？不过，你最好跟他说是秦少的孩子。要是让他知道你算计他，怀了他的孩子，不会饶你的。你居然一点都不意外？你早就知道我们在一起了。李青青，你我不过都是秦兆川的其中之一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走着瞧。老婆，怎么了？青青跟你说什么了吗？老公，青青跟我说她怀孕了。老公，秦家一向注重名声，你知道她刚刚跟我说孩子的父亲是谁吗？我逗你的，当然是秦少的了，你那么紧张干嘛？温卓，我不喜欢这种玩笑，这事关我们秦家的声誉。怎么了又？老公，我有个朋友，他经常看到黎青青进酒店，而且他时不时就和秦少吵架。我还真怀疑他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秦家的。别胡说八道！这种事情你怎么能乱说呢？啊，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就少在这里揣测，天天嚼舌根，闲的你。
这是？李青青，说实话，是不是怀孕了？你干什么呀？这么凶，是又怎么样？走，跟我去医院检查。我不去。秦兆川，家里不是有家庭医生吗？你叫家庭医生不就好了吗？放开我！走，放开我！哎，走，放开我呀！秦兆川。妈，卓卓怎么了？我之前去医院体检，结果出来了，好像怀孕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您能不能陪我去医院一起看看呀？要真是怀孕了，那可是大喜事儿。是啊。哎，老公，你怎么会来妇科呢？妈，文卓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话该我问你吧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哦，弟妹给我打电话说她病了，我刚好开车就顺路送她过来的。她生病，找你陪她，不会找家庭医生吗？就算是医生没有时间，家里没有司机了吗？她是秦少的妻子，你要和她保持距离，别坏了我们秦家的名声。哎，妈，您和温卓来？哦，温卓他不好了，李女士得了性病。什么？开什么玩笑啊！弟妹怎么会得性病呢？妈，那她和秦少每天同床共枕，岂不是？赵川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哪知道？我只是送她过来看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个护士，你在胡诌什么？黎青青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给这位女士做检查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是刚来的实习生，咋咋呼呼的。医生，这位女士她得了梅毒，身上还长了疮，我被吓着了，对不起。你在瞎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染这种病？你不会看就不要乱说。女士，您这创口确实是感染了梅毒，我做了20年医生，不会有错的。怎么会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染这种病？我要抽血。要是假的，我饶不了你们！够了！在外面闹出这样的动静，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妈，我没有，我也不可能会染这种脏病。我没有和别的男人睡过，我只和赵川睡过啊妈。我没有和别的男人睡过，我只和赵川睡过啊妈。你停停！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这可是医院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。老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你会带弟妹来看妇科呢？弟弟呢？为什么不让他送来？老婆，我看啊，就是有一腿，哪有大哥带着弟妹来看妇科的？看我老婆这个样，现在还没蒙在鼓里。够了！有什么事回家再说。你们在这里瞎嚼什么舌根？我怀孕了，我老公不在家，我让大哥送我来医院，怎么了？什么都不知道就都给我闭嘴！什么？青青，你怀孕了？那当然，我不是早就已经告诉过你了吗？那你觉得，妈要是知道你肚子里怀的是秦兆川的种，会饶了你吗？
妈，我真的怀孕了，我给你保证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秦家的。是秦家的？是秦少的吗？哎，妈，这是医院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有什么咱们回家说吧。是啊，妈，青青要是真在外面有了野男人，有什么事我们也回家再说吧，传出去多难听啊！温卓，你想算计我，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夫人，少夫人确实染上了梅毒，也确实怀孕了，目前胎象很稳。黎青青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你在医院是想说这个孩子是赵川的吗？青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秦少的吗？老公，我才回家1个月，你就迫不及待的和别人在一起了，是吗？老婆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跟他没关系的。现在这个家里只有我们一家人，还不和我说实话吗？黎青青，这一段时间秦少一直都在往分公司跑，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是秦少的吗？反正秦少那个死鬼被调去分公司了，那就先应付这个死老太婆。妈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当然是秦少的了。真的？什么孩子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什么孩子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去分公司了吗？我昨天就回来了，只是昨晚加班就睡在公司了。妈，您来了。黎青青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孩子？黎青青，你怀孕了？她怀孕，你这个做丈夫的不知道？妈，我和黎青青结婚一直到现在，从来没同过床，更没有碰过她，当然不知道她为什么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艾少爷没染病，按理来说必然是没和艾少夫人同房的。怎么，秦少非常不满意我给你找的这个媳妇儿吗？都已经1年了，你居然从来都没有碰过她？不是的，是青青，她觉得我只是个私生子，一直以来都对我不是很满意，不让我碰她。我不让你碰，秦少，分明是你自己不行，我才去找别人的。妈，我的意思是，秦少他不满足我，所以我才……青青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呀？好了，既然说不出口，那今天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就这么算了？那今天这件事情
就到此为止吧。就这么算了？既然黎青青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不是秦少的，那无论是谁的，都不能留。王医生，这件事情你去办，记住，不要透露出去，不要损了我们秦家的名声。好的，夫人。果然，自己的儿子，自己会护着。妈，不可以，你不能动我的孩子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可是秦家的，是您的孙子啊！李青青，别不懂事啊，听妈妈的。秦家的孩子，我都没碰过你，怎么会是秦家的孩子？李青青，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是秦家的二少夫人，说什么做什么都代表着秦家的理念。妈妈的意思是，只要你同意打掉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就可以继往不咎，不追究你对二弟的不忠。以后你还是二少夫人。不要，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不是什么野种，你们凭什么打掉他？赵川，你是知道的不是吗？老公，为什么青青一直在看你啊？而且今天是你带她去的医院，难道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？温卓，你别装了，今天在后花园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？孩子的父亲是谁？今天在后花园，青青跟我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。老公，我以为她在开玩笑，难道是真的？够了！我看这个黎青青是脑子不清醒了。家和万事兴，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既然不是秦少的，那不管是谁的都不能留。老爷子马上就要回来了，在这种时候，我不允许出任何的岔子。李青青，如果你还想在我们秦家待下去，那么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必须打掉。到底是自己的亲儿子，无论他做出多么过分的事情，做母亲的都会暴毙。妈，可是我……你不想在秦家待下去了是吗？你想清楚了。少夫人，跟我走吧，手术很快结束，我会安排最好的医生的。老公，你没事吧？老公，你手上的这个怎么和青青脖子上的疮一模一样？别胡思乱想。不是的，我这个是前几天在单位被他们烫伤的。怎么可能？这分明就不是烫伤！王医生，你快过来看！夫人，这确实是，不过这也不完全是性传播这个感染，也可能是接受了患者的贴身衣物。赵川，你糊涂！老公，你不是说你这辈子都不会背叛我吗？你不是说你和青青没关系吗？那他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是你的，对吗？老婆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肚子里就是赵川的孩子。妈，你不可以打掉我的孩子，我肚子里是赵川的孩子，这可是您的亲孙子啊！温卓嫁进来3年都没怀孕，难道妈你就没想过她不能生吗？你说的是真的？老公，青青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？你们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，你们对得起我和秦少吗？黎青青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，除非是秦少，否则我绝对不会留下来。为
什么？反正我也是秦家的儿媳，我这个孩子生下来又怎么了？赵川，你说句话呀！你别让妈打掉我们的孩子，这可是你的第一个孩子啊！老公，你这些天一直都和他在一起，对吗？赵川，老公，赵川，妈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是因为他勾引的我，他趁我喝醉酒爬上了我的床，我误以为他是温灼，所以才做了错事。赵川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这种事情你怎么能认错人呢？我错了，妈，你想怎么责罚我，我都认。温灼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。秦兆川，我勾引的你，难道之前做的每一次都是我勾引的你吗？每一次。妈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青青和赵川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温灼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黎青青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我绝不容忍。她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不会威胁到你。王医生，把他给我带下去。他肚子里的孩子不能留。秦兆川，你就任由你妈把我肚子里的孩子打掉吗？这可是你的种啊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邵夫人，您本身现在就染上了脏病，也影响孩子的健康，而且如果后续自身需要治疗的话，用药也会损坏胎儿。为了您自己，我们也建议拿掉孩子。放开我！我怎么可能会染病？我直到现在就只有秦兆川这一个男人，我怎么可能会生这种病？那你意思是赵川的问题了？黎青青，明明是你在外面乱搞出来的孩子，怎么？你现在想把罪名按到赵川的身上吗？我没有，来人，把他给我带下去。手术结束之前不许带回来。今天这件事情，所有人给我把嘴闭紧了。如果让老爷子或者是外界的人知道，我绝不轻饶。放开我！赵川，秦兆川，放开我！秦少，你别让他们把我带走。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我让他叫你爸爸好不好？这可是秦家的长孙啊，爷爷一定会因为这个孩子高看你的啊！秦少。这个孩子绝不能留，可是对秦少来说，确实是很好的武器。以后他就能利用秦兆川的孩子谋夺家产。秦少，你不要不清醒，难道你想要帮别人养孩子吗？再说，他肚子里的这个孩子，可一点都不健康。黎青青，你不是一向瞧不起我这个私生子？难道你以后也要生一个可悲的私生子出来吗？秦少，我恨你，你就是一个没用的男人，你就是个怂蛋，这一辈子都只配当秦兆川的狗。带走！秦少，不好，秦少！温灼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温灼，黎青青肚子里怀上我的孩子，你早就知道。老公，这段时间我回家了，我怎么可能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来算计他呢？你在怀疑我是吗？我嫁进秦家以来，一直努力做一个好妻子。老公，你怎么可以怀疑我呢？因为是你先对不起我的。文卓，赵川他毕竟是你的丈夫，你怎么能这样质问他呢？你身为秦家的长媳，做人要大度。我们秦家可是100年世家，以赵川他的身份和地位，今后只会有越来越多的女人觊觎他。这些事情，你要早点习以为常，知道吗？
所以当初你也能坦然接受秦少这个私生子回家是吗？文哲，怎么跟妈说话呢？对不起，我是太伤心了。妈，大嫂作为长媳要包容大哥，可是我呢？难道大哥睡了我的妻子，我也要忍吗？他这个时候回来，不是来落井下石李青青的，是来求好处的。难道我也要为了秦家的名声，去接受我大哥睡了我的妻子吗？你没听见吗？是李青青勾引的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我有权利怀疑，是你让李青青算计勾引的我。黎青青对我是什么态度？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她一直觉得我没出息，瞧不起我。仰慕大哥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怎么能说是我栽赃陷害呢？当年妈为了秦家的名声，把我带回秦家养着，现如今，难道又要为了秦家的名声，让我去隐瞒我大哥和我妻子的丑闻吗？妈，你觉得这样一个事情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能忍受吗？哼！秦少，那你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妈，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。大哥，你说呢？公道，在这个家里，以我为先，就是公道。如果爷爷知道了大哥所做的这些事情，他还会惯着你吗？还会放心的把公司交给你吗？你，赵全，给你弟弟道歉。城西的项目给你了，能堵上你的嘴吗？那就多谢大哥了。斗倒秦兆川后，又能斗得过秦少吗？文卓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医院，而且还是和妈妈一起来？这个孩子是通过非常手段得来的，怀孕的事情暂时还不能暴露，要不然秦兆川肯定会怀疑。是温卓打电话给我，说医院通知她怀孕了，我才会陪她去。对了，温卓，你还没有检查身体呢。怀孕？文卓，你当真怀孕了？刚才谁来过？就一个保洁来收垃圾的。文卓，你昨天去哪里了？中心医院。是吗？怎么我的人说你是去了酒店？我昨天去医院做了个体检，这是报告，上面有我的时间记录。老公，是医院通知我去的，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怀孕啊。有没有？不知道。我们有多久没有同房了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文卓，你故意引我去医院，让我撞见赵传和黎青青在一起，是吗？不是的，妈，是妈一直催着我生孩子，可是赵川已经很久没有碰过我了，所以我只能带妈去医院，让医生开一份我不宜怀孕的报告，
少妈催的别那么急。小川，你也真是的，温卓他有什么不好，你放着他不管不顾，非要去跟那个黎青青在一起。知道错了，妈。温卓，王医生应该还没有走远，要不我顺便让他回来给你检查一下身体。不用了，妈，我身体还是很好的，只是这段时间回家照顾我妈有点累了，月经不调罢了。是吗？这是我1个月前的体检报告。妈，医生说我好好调理，很容易能怀上孩子。行，很好。小川，我说你也收收心，和温卓他要个孩子，也好讨你爷爷的欢心。妈，刚才医生不是说了吗？让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，等身体好了再说吧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会好好对温卓的。老公，真好。一个花瓶怎么配生下我的孩子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既然娶了温卓，以后你爷爷就不会允许你离婚，你的孩子必须从温卓的肚子里出来，你可别学你爸在外面搞个私生子出来。妈，我就是不喜欢他，跟个木头似的，当花瓶都当不好。怎么？温卓温柔乖巧你不喜欢，你非得去喜欢黎青青那种上不了台面的贱人。妈，您别生气，我是您儿子，您还不了解我吗？我就是跟他玩玩罢了，反正是在家里玩着也刺激。可是我没想到那个贱人居然设计我，让自己怀孕，要不然温卓也不可能知道啊。张川，无论如何，这段时间你都要收敛。你爷爷就要回来了，再过2个月，他就要去国外和你二叔过了。到时候，他就会把国内的资产全都交到你的手上。你给我听好了，这段时间你别给我出任何的岔子。好，妈，我知道了。可是今天的事情，要是那个黎青青去闹怎么办？到时候等老爷子回来，你就让他安分待在家里就是了。还有，温卓那边，你一定要好好哄哄他，别让他到外面去乱说。您放心，他不敢。你别把女人当傻子好不好？你做出那样的事情，他心里多少都会有点不舒服吧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把他安排了进公司，只要你能给他一点好处，他就能把你当成是他的天。什么？妈，您怎么能安排温卓接触公司的事情啊？赵川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你既然已经和温卓结婚了，那么除非他死，否则以后你对外都不能再有其他的女人。当年你爷爷多么痛恨你爸生下了秦少这个私生子，难道你忘了吗？要是让他知道你做的这些事情，那以后你的位置就是秦少的。不过你放心吧，他不过也就是换个地方当花瓶而已，他拿不到实权。再说了，像温卓这种女人，除了长得漂亮一点，其他她可什么都不会。可是妈，她这次从娘家回来，好像变了一个人。
好孩子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你受委屈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再教训他的。妈，这是秦氏集团财务总监办公室的钥匙。你身为赵川的妻子，同时也是我们秦家的长媳，是时候应该熟悉熟悉公司的事情了。财务，可是我不懂这些。放心吧，我会找人帮你的。温卓，你要知道，你跟赵川，你们两个人是捆绑在一起的。无论他犯了什么错，只有他好，你才会好。所以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一定要站在他的身边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，我是赵川的妻子，我会保护好他的名声的。财务，看似是大权，实则是烫手的山芋，可也是致命的欺错。哇，真不愧是当年的选美冠军啊！夫人好漂亮啊！以后她就是咱们的财务总监了。做得好呀，不如嫁得好。说话小心点，秦总可宠爱这个夫人了，小心被听到了，把你开除。你这班上的怎么这么轻松啊？还有这么精致的下午茶喝呢？表面上是让我来公司上班，其实就是在合同上签字，连文件都不用亲自过脑子看，换了个地方当花瓶而已。现在第一步已经踏出去了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你现在可是怀孕了，得在肚子大之前把一切都谋划好。接下来先从公司做起吧，秦老爷子马上就要回来，到时候这个家就有人做主。你就不怕他也跟秦少川他妈那样包庇秦少川？秦老爷子在乎的只是公司性情，并不是非得秦兆川继承，只是他一直觉得秦少是个私生子，不配而已。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比秦少都有资格了。可是苏黎，对付完秦兆川，秦少就不是那么好对付了。我总感觉他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。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，我去帮你查。温卓，这一切都是你的谋划，对不对？我才告诉你我怀孕，秦兆川立马就带着我去了医院，然后你就带着妈来了，还真是恶毒啊！李青青，你这个孩子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我不这样做，秦兆川也不会让你生下这个孩子的。他一点都不护着你和孩子，你不去怪他，还怪我。要不是因为你，秦兆川娶的人明明就会是我。闪开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你去死吧！你死了，秦兆川就会看到我了。
大嫂，小心一点。这话应该跟你老婆说才对。李青青，最好给我安分点。你睁眼看看这个家里，还有谁能容得下你？你的老公，你的情夫，没有一个人在乎你。如果你再敢对我动手，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李青青，你还不死心吗？要不是因为你没用，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？秦少，你这个私生子，你这一辈子都不配让我多看你一眼。怎么好像不太一样啊？大少爷，怎么了？是你内裤拿回书不小心刮坏了。坏了就坏了，出去。没坏。不过这也不完全是性传播才会感染，也可能是接受了患者的贴身衣物。啊！老公，你在房间怎么不开灯啊？老公，这是怎么了？你的衣服怎么乱丢呢？我的衣服一直都是你在整理的。是啊。我问你，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动的手脚？老公，在说什么呢？动什么手脚？还装疼！文卓，文卓，我得了脏病，是不是你动的手脚啊？之前我那条内裤明明被佣人弄坏了，我特意留着，等着你回来再做处理。你告诉我，去哪儿了？我当时看到就处理了。你还敢撒谎啊？之前动我的东西，明明会知会我一声，为什么这次没有？啊！你既然已经和温卓结婚了，那么除非他死，否则以后你对外都不能再有其他的女人。文卓，你敢打我？秦少川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都说了，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。这2天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才回娘家，李星星就怀了你的孩子。我收拾你的衣帽间，一时之间忘了知会你而已。你至于要掐死我吗？你的计划环环相扣，你以为你的计划天衣无缝了吗？开始你是对我的衣服动手脚，害我得了脏病，然后是得知我要带黎青青去医院，你就马上带着我妈去。文卓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啊？想和我离婚，还是想害死我，独吞我秦家的财产？我没有，我说了，如果你不相信，
那我们就离婚好了，反正我也受够你了。把我扫地出门，你就能和黎青青在一起了，对吗？当初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说我是你这辈子唯一的真爱。现在玩你了，又把我丢到一边了。秦兆川，你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是图你的钱吗？我喜欢的是你当初对我负责。这3年来，你对我是这么温柔。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为了你能更好的接手秦氏集团，你做什么我都忍了。你跟黎青青的事儿，我连我妈都没有告诉我一个人吞下了所有的委屈，结果你现在还来怀疑我。你爷爷就要回来了，再过2个月，他就要去国外和你二叔过了，到时候他就会把国内的资产全都交到你的手上。这段时间你别给我出任何的岔子。温卓那边，你一定要好好哄哄他，别让他到外面去乱说。老婆，这个蠢女人，应该不是她做的。老婆，对不起，都怪我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我之前不该错怪你的。老公，你以后只爱我一个人好不好？我才是永远不会伤害你的人。好，我相信你。这个秦兆川真是疯了，下手这么狠，他真想把你给掐死。他那个眼神，就是想把我掐死，没那么简单。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家暴的证据呀。卓卓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秦兆川他已经开始怀疑你，我不信他那么容易就会被你哄好。你先看看这个，居然这么多！我只是其中之一。这里面如果能有几个人站出来指认秦兆川，那他就彻底翻不了身了。这个事儿交给我去做吧。先等等，干什么？卓卓，这些证据都不用黎青青出面，就足够把他给拉下马了。可是苏黎，斗倒秦兆川之后，我一个女人和肚子里的孩子斗得过秦少吗？到时候秦兆川一倒，秦少再反咬我一口，我就白忙一场了。有女人，老公，我进来了。出去，正在开会。对不起，老公，我不知道你在忙。
都病了还不知道老实，真不怕下面会烂掉。你来干什么？下班啦，老公。我们一起回家吧。秦总，视频已经都拍好了。把这个视频匿名发给文卓。秦总，他刚刚碰到了，都不敢上前拆穿，你把视频发给他又有什么用呢？他不敢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计划还要继续吗？那就先缓一缓。看看他下一步怎么打算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2天查秦少查得特别顺利。他呀，确实一直在谋划着怎么扳倒秦兆川。现在的情势表面上都是秦兆川的人，其实一大半已经倒向秦少了。你说的对，你斗完秦兆川，还有秦少这个劲敌的。哎，大少夫人，夫人，这是给大少夫人验物。闭嘴，只是些药，我又不是要毒死他。你有意见，那你帮他喝。去吧。站住！再去做一碗给大少夫人。是。秦少，你现在连我的事情都敢管了？快走开！黎青青，我劝你这段时间最好安分一点，让大家都别在意你。你要是想报仇，那就等老爷子回来。秦少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？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告诉爷爷是秦兆川强迫的我，还打掉了我的孩子吧？你应该知道，在这个家里能给你做主的只有他。是吗？那我也要告诉爷爷，是你把我送到秦兆川床上去的吗？是吗？那我也要告诉爷爷，是你把我送到秦兆川床上去的吗？李青青，是你自己不甘寂寞，和秦少川勾搭在一起的，怎么能怪到我身上呢？是秦少川睡了你，是秦兆川不管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不是我。我是恨他，恨他不救我们的孩子，可我也不想让你得逞。你想利用我，把他拉下台，你想得美。你现在除了能和我站在一起之外，没有别的选择。怎么没有？我偏不如你意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？秦少，当初你把我娶回家却不搭理我，
要不是因为你对我冷淡，我怎么会跟秦兆川在一起？现在你想利用我，算计他，坐收渔翁之利，没门！看来要早些想办法弥补秦少，要不然秦兆川捞不到好处，我也一分钱都拿不到了。大嫂，大嫂刚刚是在房门口偷听我和青青说话。卓卓，这个秦少做事手段特别狠辣，你可一定不要被他发现，你也要秦兆川那份家产，尤其是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千万别被秦家人发现了。我，大嫂有没有兴趣和我做个交易啊？今天老先生回家，所有人都打起12分精神，不能有任何的差错。是，夫人。你过来，你去看看，记得把二少夫人关起来，不要让她出来见到老爷子，否则的话，你就别想干。是。夫人，晚餐要安排些什么？还有餐具要用哪一套？这些事情去问温卓，他知道老爷子的喜好，听他安排。是。老公，爷爷这次不过是出差回来，妈怎么反应这么大呀？小傻瓜，爷爷这次回来，过几天啊会举办个欢送宴，到时候在宴会上，爷爷会公开宣布国内的秦氏集团管理权，全权交给我。是吗？爷爷要退休了，他真的要把实权交给你啊？那当然了，他要去国外养老，而且这些年小叔一直在国外负责秦氏海外的公司。少夫人，具体的菜式和餐具怎么安排呢？夫人让我来问您，以及听您的安排。食材我已经让人送来了，你拿去给厨师吧。餐具用白瓷玉那套，摆6套餐具出来。是。6套餐具？妈不是说了不让黎青青出席吗？老公，你真以为爷爷好糊弄啊？万一他真去查这件事怎么办？到时候你先一步和爷爷说她怀的是秦少的孩子，然后流产了不就好了？你再跟爷爷要点好处给他，他也就安分了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冒这个险。老婆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爷爷这次回来待不了多久就会离开，所以在这段时间，我们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。好，那我去安排。秦兆川，你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。爷爷，回家了。哎呀，我坐吧。爷爷，您终于来了！您看看，这满桌子的菜都是温卓精心为您做的，都是您爱吃的。哎，秦少，青青不一起吃吗？他，爸，青青她身体不太舒服，现在还在休息呢。怎么了？没请医生看过吗？爷爷，我已经好多了。
大嫂有没有兴趣和我做个交易啊？我不明白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半个月后，爷爷回家，我们唱一场戏吧。秦兆川身上的病是你动的手脚，对吧？我不会成为你的敌人的。既然我们都想扳倒秦兆川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联手呢？还不知道他到底安的什么意思，现在不能和他硬碰硬。好啊，爷爷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爷爷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青青，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怎么冒冒失失就下来了？也不怕传染给你爷爷？怎么这么没有礼貌？妈，你怎么没告诉爷爷我流产的事情？怎么回事？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怀孕了？是吗？是妈让王医生打掉了我肚子里的孩子。爸，不是这样的，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在外面染了脏病。王医生他已经来家里看过了，说他这个病会影响肚子里的孩子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才让他把孩子打掉的。我是为了他好的，爸。那个病根本就不会影响到孩子，是王医生为了给妈台阶下才那样说的。爷爷，再怎么说我肚子里怀的那也是秦家的长孙啊，你可得为我们娘俩做主啊！直到今天，妈都怕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，怕我跟你告状，所以让佣人一直看着我，不让我来见你，还骗你说我不舒服。是这样吗？爸，我实话跟您说了吧，我真的是为了我们秦家的声誉。青青她怀孕的这段时间，秦少一直在外面出差，所以青青她肚子里这个孩子肯定不是秦少的。再说了，如果青青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那她就要被扫地出门了。我真的是为了我们秦家考虑才这么做的。青青啊，那你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秦家的，是秦少的吗？是，爷爷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秦家的。是秦少的吗？爷爷，不是我的。妈之所以打掉他的孩子，是因为发现了他在外面沾染那些不三不四的，还让自己染上了脏病。按照咱们家的家规，他是要被扫地出门的。是妈妈仁慈，才让他留下来的。而且，爷爷，您这段时间不在，青青她好像精神一直不正常。她总觉得自己的肚子里怀的是咱们秦家的孩子。我们也是怕她出去乱说，影响咱们秦家的声誉，所以才把她关起来的。那这个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？查了吗？爸，这件事情我还在查。既然青青的孩子已经打掉了，如果我们再这么大费周章的去查，只怕会给外人落下了把脸。既然青青她现在已经知错了，您看这件事情要不就这么翻篇吧？可是秦少，你也有责任，你没看好自己的妻子。是，这都是我的错。爷爷，以后我一定会看好青青的。爷爷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大哥的。青青，胡说八道什么啊？爷爷，你别听他们说，我和他……赵川，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，这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这弟妹爬上了大哥的床，
你还要我为你做主？爷爷，是大哥强迫我的。你们一个个都为自己说话。文哲，你来说。爷爷，爷爷，温卓对这件事情的确不知情。爷爷，真的是黎青青勾引我的。我的人品您是了解的。我跟文卓结婚3年以来，过得都非常幸福，怎么可能出轨呢？更何况是和自己弟妹。是啊，爸，赵川这个孩子也是您看着他从小长大的，他是什么品性，您还不了解吗？爷爷，这件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您走的这几个月里，大哥安排我去了分公司，这我也没在家里待几天。好啊，这一个个的都不清楚是吧？那难道让我安排人去查吗？爷爷，这件事儿，我相信是青青勾引的赵川的。而且他一直很介意秦少的身份，他还跟我说，如果不是我跟赵川在一起的话，他原本嫁的人应该是赵川的。老王，你别被他骗了。她之所以嫁给秦少，那是之后我妈安排的婚事。温卓，秦兆川都这么对你了，你还帮他说话？爷爷，这再怎么说，我肚子里怀的那也是秦家的孩子，妈怎么能强制让王医生把我肚子里的孩子流掉呢？那孩子生下来，又该叫谁爸爸呢？爷爷，妈也是为了我做主。这个孩子要是生下来，就会是一个定时炸弹。如果让外人知道了我们秦家的丑事，那我们100年的清誉不就毁于一旦了吗？你说的对，这件事你处理得很好。不过，我们秦家是绝不能容忍一个心不干净的儿媳妇。秦少，你和李青青明天就去登记离婚吧。说话呀！你做的这件事情，无论如何，温卓都会想办法让爷爷知道，把你赶出去的。因为毕竟只要你留在秦家，你就会一直算计他。那又怎么了？他要是说了，那秦兆川也吃不了好果。他是傻子吗？如果他们都说是你勾引的呢，那你就成为了唯一的恶人了。不如你主动向爷爷坦白，他多疑。只要你主动说出来这个事情，他一定会怀疑秦兆川的。你以为就凭这个，爷爷就会把秦氏集团交给你？你就是一个私生子，哪怕秦兆川犯了这么一点点的错误，你永远都比不过他。这就不用你管了，你只管把这件事情说出来，别的我保证保住你二少夫人的位置，不被扫地出门。爷爷，这件事情我也有很大的责任，并且青青她已经付出应有的代价了，您就饶了她这一次，再给她次机会吧。以后我一定会看好她的。为什么要让黎青青留下来？难道他还想留着黎青青对付秦兆川吗？对啊，爸，既然这青青她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再说了，当初也是您点了头，她才能嫁进我们秦家。你看，要不算了吧。
爷爷，说到底，这件事儿或许是场意外呢。其实赵川也有错，不能全怪青青。要不是秦少总往分公司跑，夫妻俩聚少离多，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文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责怪我把二弟调出去？老公，不是这样的。爷爷，分公司的项目也很重要，所以我才让弟弟过去的。我不是有意之开的。秦少马上升任公司副总，你们兄弟俩以后要互帮互助。什么？不行，这怎么可以啊？爷爷，您现在是董事，我是副董，您的意思是让他代替我的位置？赵川，不许这样跟你爷爷说话，给爷爷道歉。你是在质疑我的决策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这公司以后你们俩的职权职位是一样的，你们一定要互帮互助。啊，一样，那还行。可是爷爷，他是个私生子，他有什么资格和我坐在同一个位置？秦兆川，秦少是你的弟弟，你们两个都是爷爷的孙子，给爷爷道歉。好了，爷爷，我错了。好了，吃饭吧。大哥，那以后就多多指教了。那是一定的。这个秦少，该死的私生子，肯定是他让李青青跳出来的，就是为了让爷爷留他在公司，让爷爷以为我没有能力管理好公司。妈，您为什么拦着我啊？为什么您刚刚还帮黎青青说话？你别冲动，给我冷静。我为什么要帮黎青青说话？那是因为秦少他不答应，但他就一定会继续留在秦家。你之前和他那么亲密，你现在的任务是要把黎青青拉到你的身边来。妈，您之前打掉他的孩子，他现在怎么可能站在我身边啊？那他当初为什么要和你上床？那是因为秦少他始终都不够资格当秦氏集团的总裁，所以只要你给他点好处，他会听话。现在最要紧的还有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温卓她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什么？温卓怀孕了？不可能啊！我都快半年没碰过她了。妈，您的意思是，她给我戴绿帽子，出轨了？你没碰她？不是，你们天天生活在一起，你居然什么都没有察觉？刚才谁来过？就一个保洁，来收垃圾的。我之前就怀疑过那个保洁是他。妈，他肚子里保不齐是我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那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他早就知道我和黎青青在一起，还设计让自己怀上了我的孩子，还隐瞒自己怀孕的事情。今天还告诉我说，让黎青青一起吃饭。我让他盯紧黎青青，他明明答应的好好的。他是想去父留子，你如果出事，那他温卓肚子里可是秦家的长孙。去父留子，我之前真的是小瞧他了。他当
真有点东西啊！什么？你竟然和秦少合作了？温主，你就不怕他卸磨杀驴吗？没办法，他估计已经发现我在干什么了，只能先答应。那你千万不要让他发现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怕他对你肚子里的孩子下手。这个孩子要是没了的话，就算咱们做的一切真的成功了，连1分钱都拿不到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大嫂，大嫂，喝一杯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不方便。是吗？那好吧，感谢大嫂在餐桌上替我说了那么多好话，才会让爷爷给了我这么大的权利。不用客气，我也是为了我自己。大嫂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根本就不爱秦兆川，对吗？是，我想离婚，但我还想拿到属于我的财产，仅此而已。所以，我不会跟你争秦家的，我只要我的那一份。我今天帮你，也希望你以后不要过多干涉我。秦兆川在结婚之前就做了财产公证，你又怎么拿财产？特殊事件，特殊处理。我不想和你成为敌人，秦少，你放心，我只想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我会帮你。你为什么帮我？秦兆川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不是吗？好啊，那谢谢你了。送你的证据。你来处理吧，我相信这些照片你早就有打算。看他出轨，你就不难过吗？又不是第一次，又不止这个。温主，秦少，你们两个居然勾结到了一起，还说我勾引赵川无耻，你们俩也好不到哪儿去。青青，想我了没有？放开我！你现在来找我干嘛？青青，你还在怪我对不对？怪我当初没有保护你和孩子，可是我也有苦衷啊。苦衷？什么苦衷？你连你妈都不敢忤逆，也不帮我说话，还说我勾引你。现在来找我干什么？是不是又寂寞了，染了脏病，没人要你了？青青，对不起，我那样做也是为了把幕后害我们人揪出来。你知道吗？害我们的人是温卓。你还记得他之前说要回娘家1个月吗？我怀疑他肯定发现我和你在一起了，所以在我的衣物上动了手脚，害得老子得了脏病，还传染给了你。可是这些发现，我还没找到具体的证据。哟，温卓，
这是在伤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呢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俩生病是因为温卓在你的衣服上动了手脚？对，就是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一旦找到确凿的证据，我立马把他扫地出门，第2天就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回秦家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呀。唉，只可惜现在还有一件棘手的事情。什么事啊？你想开了？不过秦少应该也会有小肚鸡，这上面有将近200多个女人，都是秦兆春所谓的战利品。不过其中有多少人是自愿，还是被强迫的，你还得去查了。你放心交给我。半个月后，秦氏的欢送会上，秦老爷子会当众宣布谁才是秦氏集团的继承人。你一定要在那之前尽量联系到，最好是有人愿意秘密出面指认秦兆川。秘密出面？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出生以后，自己的父亲在社会上有污点，这件事只需要让秦老爷子知道就好。好。老钟啊，你说我是不是看错人了？吃饭吧。青青，今天怎么是你做饭啊？家里的佣人呢？我给他们都放假了。放心，我没下毒。我跟大哥的事情也告一段落了，我想以后我们能够和睦相处。温卓，以后我们还和以前一样，之前是我对不起你，抱歉。能握手言谈，那就最好了。文卓，快醒醒！怎么回事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们中计了，门已经被锁上了。这里是2楼，你还想跳下去吗？爷爷快来了，我现在就走。等会儿你就说
家里进贼了。到时候，只要爷爷亲眼看见温卓和秦少那个畜生在一起，他们就彻底翻不了身了。放心，交给你。好，我从后边先走。别想什么样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孩子。怎么了？爷爷来了。爷爷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家里进贼了吗？保镖呢？保姆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其他人呢？爷爷，对不起，我是想跟大家好好道歉的，所以让佣人都放假了，我亲自给大家做了一顿饭。但赵川公司临时有事就先走了，可是我没想到他刚走，在家里就进了贼，连监控也坏了。那温卓和秦少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到处找都找了，我怕家里贼还在，也不敢搜。去家里搜一下，看看到底有没有贼。是。金董，走过了，收到书房的书架被人挪过，其他没什么异常。青青，你不是说温卓和秦少在家里吗？他们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吃完饭就去洗碗了，我以为他们都在房间里休息呢。刚才贼进来，我大声喊，他们都没反应。金董，还有一个房间是锁着的，我们不敢贸然进去，就是2楼左边第2间，我们敲了很久的门都没有动静。那不是大哥大嫂的房间吗？难道大嫂锁着门在里面休息？可是秦少呢？秦少又去了哪里啊？把门踹开，看看到底有没有人。应该是黎青青动的手脚，可是他为什么要算计我们？打不开了，一定是秦教川的意思，一箭双雕。你是不是暴露了？不应该啊！难道是因为我安排黎青青和爷爷见面，所以他们怀疑了？温卓、秦少，你们这2个贱人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破门！金董，没人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不在呢？去哪儿了？去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家吧。哼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个密室？这个密室，我也是前段时间才发现。你怀孕了，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跟我来。
怀孕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是怕我知道你肚子里怀了秦兆川的孩子，为了不让你肚子里的孩子成为我的威胁，然后对你动手，是吗？那你会吗？温柔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同学，你以后别总是打架了。这已经是我第3次看见你在这受伤了。我知道，他们都说你是私生子，你不开心。但你要记住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。你跟那个时候变化很大。你跟那个时候变化很大。现在你相信我会站在你这边了吧？秦少，以前我们也不是很熟悉，不是吗？相不相信？就我现在这个处境来说，我谁也不敢相信。但是我可以跟你确保，我会帮你一起扳倒秦兆川。而且我可以跟你保证，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不会成为你的威胁。我只需要我和我肚子里孩子的那份财产而已。秦氏集团，我不感兴趣。但是等我的孩子以后长大了，你也有了你的孩子，我希望他们能够公平竞争。是啊，不熟，我们不熟。我也掌握了一些关于秦兆川的证据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是你的敌人。好吧，那就给我看看你的证据。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这些女孩其中，肯定也有像我一样是被强迫的。只要他们有人愿意站出来作证，那秦兆川就无法翻身，爷爷不会容忍的。可你一直在等待，没有直接把事情捅出去。我不希望我肚子里的孩子有个满是污点的爸爸。喂？什么？秦兆川出事了，我们去医院。秦总，事情已经都安排好了，及时让秦兆川出了车祸，只不过他命很大，没受什么重伤。废了他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让他以后都生不了孩子。是。
妈，你也别伤心了，这件事情我们谁都没想到啊。爷爷，妈，这是怎么了？温卓，你刚刚去哪儿了？你为什么没有跟大哥在一起？我刚刚去后花园散步，赵川出门也没叫我呀。原本抢救过来了，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手术后被推出来，又撞上了个坐轮椅的病人，导致秦先生掉下手术床又受了伤，估计。医生，我儿子不会醒不过来了吧？这倒不至于，只是伤到了要害，保守治疗的话，或许能够正常性生活，但是可能无法生育了。秦少，怎么会这样？温卓，是你对不对？一定是你这个贱人！青青，你干什么？秦先生，我就先出去了，有什么问题您再叫我哈。好，慢走慢走。爷爷，这件事情一定是温卓干的，他不想让赵川以后还会有孩子，这样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秦家唯一的孙子。你怎么知道我怀孕了？当然是赵川告诉我的。温卓，怀孕了。爷爷在，这是个好机会。现在我肚子里是秦兆川唯一的孩子，无穷也会护着他的亲孙子的。是的，爷爷，我怀了赵川的孩子。之前不说，是因为我老家有个习俗，要等胎相稳定了才能告诉别人。好，你是我们秦家的恩人呐，给赵川留下个孩子。谁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赵川？现在赵川昏迷不醒，谁能作证？爷爷如果不信，那就做个羊水穿刺吧。那就做。我就不信，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真能是赵川的。爷爷，大哥没事吧？没事，问题不大。结果出来了，罗小姐肚子里的孩子确实是秦兆川先生的。验唾力查了，罗小姐肚子里的孩子是个男孩。温卓，我会从我的名下给你转10%的股份，就算是给这未出生的重孙见面礼了。谢谢爷爷。那既然温卓现在已经怀上了赵川的孩子，赵川不能生育这件事，那咱们就瞒着他。毕竟这种事对于男人来说太残忍了。那个秦兆川居然废了，真是大快人心。
你现在肚子里的孩子可是他唯一的孩子，看他到时候还敢不敢动。我还是害怕，无穷不做手脚，那是因为这是秦兆川的孩子。可是秦兆川就不一定了，他要是知道陷害我不成，自己还成了废人，一定会不择手段，让我过不上好日子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要知错无穷？他走了，李青青还在呢，说不定他会为了让秦兆川能对你动手，故意告诉他呢。黎青青要是知道秦兆川还有机会恢复声誉呢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不会告诉他。你呀，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啊！哎，你怎么现在还带这么粉的发带啊？好眼熟。这是我的护身符，有了它，我就可以掌握秦家了。妈，你吃点东西吧，你一晚上都没吃东西了。真的？你们老家真的有中医能治好不孕不育啊？哎呦，那当然啦！当年我爸就是出车祸，然后医院说不能生了。哎，说了不能生之后啊，就是那个中医给治好的，治好了以后才有的我的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能治好？是呀，不过那个中医哦，好像说是什么修道的啊，非得要人去求他才肯治，还得是亲近的人。当初哦，就是我妈连着求了1个月，他才肯给我爸治的。那你给我个地址，温卓啊，你现在就去。哦，哎呦，不行的，她不怀孕了嘛，怀孕不行的。但是好像是病人亲近的人就可以了。这也太扯了，治病就治病，干嘛还要连着求1个月啊？有钱他都不挣吗？人家是道家的中医，看中的又不是那个什么钱的，人家看中的是那个世俗因果，就是你得花自己的时间还有诚心去求这个病人的健康，晓不晓得？病人现在一切正常。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跟你去。哟，老婆，你这肚子开始显怀了呀？是啊，老公，多亏了这个孩子，爷爷才没有追究你和黎青青的事。现在我有了公司10%的股份，你以后还是压秦少一头的。是啊，欢送宴之后，爷爷就走了。可惜啊，他看不到孩子出生了。以后的事儿，谁知道呢？是。哟，王总，好久不见，这位是？这温卓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有这张漂亮脸蛋，现在怀孕了，要是生下贵子，在秦家也算站稳脚跟了。一个花瓶而已，你当真以为秦大少会为他一个人？
亲爱的，你先招待一下，我去那边。嗯，好。卓卓，我找到了5、6个人愿意坐这儿，直接带进来喽。嗯，我已经跟佣人交代过，你直接进来吧。秦总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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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总好。爷爷，哎呀，半个小时后晚宴开始，到时我会宣布将秦氏交到赵川的手上。这以后你对他多宽容，多劝劝他。好。哎，赵川和青青呢？这你怀孕了，他应该陪在你身边呢。不知道啊，刚刚他说有客人相邀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客人？今天他能有什么客人？又是他那些朋友吧？不是，是。不好，老爷！不好，老爷！大少爷的书房进贼了，今天客人这么多，怎么办？今天这种大日子，怎么能出现这么大的岔子？去看看。秦总，看来今天是有人要我处置赵川了。爷爷，您怎么了？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偷了吗？这是什么？有个密室啊！温卓，秦家对不起你，这个赵川太不中用，你以后多包容他。爷爷，密室里有什么？对吗？果然，秦家人只会护着秦家人。去把秦兆川这个逆子给我带来，我饶不了他。好的。爷爷，爷爷，这是大哥的秘书，闹着有事要向您汇报。不必了，我都知道。你是不是想说是赵川强迫了你？100万，堵你的嘴，够不够啊？原来董事长知道这一切，可是却任由着他那样对我吗？你若是
曝光，那你什么都得不到，不是吗？秦少，你的这点手段不错呀，也确实是你大哥犯了这些错，我作为他的爷爷，应该妥善处置。爷爷，难道您觉得今天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？哼，你的这点小把戏啊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温卓那个死女，居然不让我碰，还好有倪青青这个主。是，没长眼，重视我。大少爷，您做的事情秦董都知道了，书房进贼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您是秦董养大的，只要没有杀人放火，什么事情乖乖认个错也就过去了。看来爷爷还是偏心大哥呀？难道说那些女孩，还有温卓，都该被他玩弄吗？爷爷，您都知道了。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给我个机会，我之后一定会改的。爷爷，赵川啊，你还没记事的时候，你爸爸就去世了，是你爷爷一手把你养大，你爷爷那个时候是真的忙，所以你才站歪了。我也有错呀。舐犊之情，还不足以让他处置秦兆川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爷爷，我知道你很在意温卓肚子里的孩子，但你也别赶我出家门啊！二少夫人，您自己去密室看吧。这些都是什么呀？这些都是什么呀？这是我213。青青，我们是一样的。你以为赵川真的会让你继续留在秦家吗？他只是在利用你罢了。你排在我之后，第100个男人。温卓，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就是想羞辱我，是不是？啊！青青，这是赵川的书房，不是我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他的书房基本上都不让人进的，我怎么可能会做手脚？放开！秦兆川，你个臭男人，你居然敢骗我！你毁了我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！上次我怀孕，你就不帮我说话，还用甜言蜜语的哄着我，他们居然都还信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去死吧！李青青，你别太过分啊！你以为就你无辜吗？爷爷，我是您一手养大的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个机会，千万别把我公司的股权带走啊，好吗？书房，带几个姑娘进来。
这样吧，我把你钟叔留在国内，帮着你。你以后好好对待温卓和孩子，别再犯了，好不好？至于秦少，跟我出国，照顾我养老，怎么样？爷爷，我不愿意。二少爷，你们这些年两个人一直斗来斗去，秦董一直都看在眼里。你故意安排自己人去接近大少爷，引他犯错，不是吗？还在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安排这么一场戏，让秦家名声扫地。死生子！这个秘书是你安排的人，你设计陷害我！是大少爷先欺辱我，我才找二少爷帮我做主的。不好意思啊，秦董事长，我是安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苏黎，我这里有3个姑娘想要指控秦兆川强奸。爷爷，这满面的照片墙您都看到了。如果这件事情一将曝光，那么我们秦家将颜面扫地，在国内我们将无法立住脚跟。为了夺权，你居然把事情做得这么周全。我作为我大哥的弟弟，我大哥犯了错，难道我不该帮他改正错误吗？爷爷，就在几分钟之前，您的好孙子还和我的妻子在洗手间偷情。明天就要离开，挑这个时候，你们弄出了这么多事情，还是在半个小时后我就要宣布公司新任董事的这个时候吗？爷爷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，可求您看在我肚子里孩子的份上，不要送赵川去坐牢，好不好？是啊，爷爷，您对我最好了，求求您，这次一定要帮我。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人太多了，那面墙我光是从外面看上就有上百个了。这件事情一旦要传出去，我们秦家该怎么办？我肚子里的孩子该怎么办呀？秦董，这里是华府，不是法外之地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要赵川进去，还是要公司交到你的手里？爷爷，这件事情我不知情，赵偏强的事情我也不知道，律师更不是我安排的。您如果不想把公司交给我，可以交给别人啊。温灼，爷爷，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您不能送赵川进监狱。是你，您太聪明，可是养孩子，您没有养好。如果当初我被他设计上床的那一天没有被人曝光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嫁进来。爷爷，还有15分钟，您做个决策吧，是带赵川一起出国呢，还是送他进监狱呢？文卓，是你做什么啊？你把我弄进去，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，靠谁？靠你自己了！哼，
原本我是想离婚的，可是你之前做了公证，如果离婚，我1分钱都拿不到。秦兆川，女人不是你的玩物。我和你结婚，你一直防着我，我总得为自己做打算。好，我把赵川送走，那公司交给谁？交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吗？爷爷，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我没有错。你应该庆幸我还有所求，否则现在秦兆川已经在监狱里度过，他已经不能生育，而我肚子里是他唯一的孩子。卓卓，这也太简单了，我怎么总觉得这一切太顺利了？公司给我是最好的，这样秦兆川还有机会回来。可是如果全部给了秦少，那么国内秦兆川就永远别想回来。而你肚子里是秦兆川的孩子，所以等到10几20年后他再回来，他还是老大，我们不就白干了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如果不是秦兆川，我们也不会这么容易做成啊。各位，今日到场的都是名流，想必大家也都知道，明天我就要出国了，这国内的公司就交由秦少和温卓暂时管理。我年纪大了，不中用了，由我的长孙秦兆川陪我一起出国，等我100年之后，他再回国接管秦氏公司。还真是个老狐狸，到时候秦兆川回国，他不得把你给撕了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爷爷一定会长命百岁。等秦兆川回来，我的孩子也一定成才。秦总，这下怎么办？温卓没那个能力压制公司的股东，孩子长大也需要时间，他有这个权利就行了。至于实权在我手上，等秦兆川回来，天已经变了。爷爷，我能不能回去见我妈一面？我还没来得及。国内有夫人照顾少夫人和小少爷，您安心离开就是。至于别的，我们再慢慢谋划。相信你。爷爷，我手机没拿，回去拿一下。李青青，离婚协议书已经带到了，你不签，我就把你和秦兆川偷情的事情捅出去。别这么看着我，你要恨就恨秦兆川吧。我们李家没有你这种女儿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你真不知道老爷子怎么说你的，不知廉耻，不甘寂寞。以后我们李家都不可能再跟秦家合作了。我把他扫地出门，到时候娶你进我们秦家，做我的秦夫人。秦兆川，一起去死吧！据悉，秦氏集团秦兆川于今日车祸死亡，肇事司机系来相送的秦家二儿媳黎青青，因车祸撞击严重，抢救无效死亡。
是什么意思？算是报恩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到底是不熟。我对你的印象也很浅薄。大嫂，以后家里就我们2个人了。秦少，我说过，我只需要我的那一份，不会跟你争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和孩子动手的。我们这一辈儿，我已经有了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下一辈了。一入豪门，深似海。温小姐，你酒量这么差，怎么混娱乐圈啊？苏黎，我被人算计了，你快找几个狗子，都进10几万的度假酒店，就说我是秦兆川的女朋友，随即很久了。查到了，分公司秦少手底下的人有人贪污。我做财务总监的那段时间，也查到了他挪用公款的证据。虽然很多时候是救急所用，但是很多操作都没有走流程。现在动手？累了，等我生完孩子再说吧。